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加密卡尔。你认为加密货币的牛市还存在吗？今天跟大家分享3个利好因素以及另外3个风险，最后会使用技术分析研判进出场。总部位于巴西圣保罗的数位银行 Nubank， 于6月8号宣布接受巴菲特领导的波克夏公司投资，投资金额高达了5亿美元。Nubank 前阵子才宣布并购一家巴西证券公司，要共同打造比特币 ETF 产品，预计今年会完成收购。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，人口约 2.15 亿，世界排名第6。Nubank 在巴西拥有超过3000万客户，换句话说，在巴西有大约 14% 的人使用数位银行 Nubank。Nubank 还加强了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业务。Nubank 创始人强调，拉丁美洲有约 50% 的人口没有银行账户，信用卡普及率平均为 21%， 而在美国这一数字超过 70%。 这笔新注入的资金将帮助在整个地区普及银行账户数位化。巴菲特领导的波克夏已经在布局数位货币的领域，这将给加密货币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。萨尔瓦多位于中美洲北部国家，6月9日经过议会投票批准，比特币成为萨尔瓦多的法定货币。这是全球第一个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，在未来会有更多国家跟进萨尔瓦多，而这件事也被法国新闻社列为货币史上的第14次重大事件。萨尔瓦多境内 70% 为熔岩台地和山地，平均海拔610米，境内多火山，外号火山之国。萨尔瓦多总统利用地形的便利、火山的可再生能源来挖矿比特币，跟上国际环保议题。以后去萨尔瓦多不用带钱，带比特币去就可以了。号称数位黄金的比特币与黄金之间的相似之处，是目前被大量投资机构认为可以用来作为通货膨胀的避险手段。另外，比特币与黄金也凸显了年轻人与传统老一辈之间的价值文化差异。最佳的范本就是国外西夫家族，爸爸力挺黄金，儿子为比特币信仰者，两人对各自投资理念十分坚持，可说是2个极端，而且2人公开在推特对杠。在未来，世界是由谁掌握的呢？当然是活得比较久的人啊。全球最大避险基金桥水创办人对比特币发表看法，形容比特币最大风险没有别的，在于自己发展得太成功，没有哪国政府乐见此事发生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年2月批评比特币无效率且高度投机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今年5月向加密市场发出警告，比特币是高投机资产，而且缺乏市场监管，并暗示将对美国加密货币交易所加强监管。比如 Coinbase 今年4月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，成为加密货币产业在美国首家上市的公司。中国监管机构今年5月宣布，禁止金融机构和支付公司提供虚拟货币交易相关服务。加密货币市场爆炸式的成长，美国国税局正在紧盯这些获利丰厚却没有缴税的投资人。外国媒体报道，美国国税局正要求加密货币平台交出客户交易记录，
要追讨税款。各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实施 KYC。KYC 是一种辨识和确认客户真实身份的方式，绝大部分需要提供 ID 卡佐证身份。Coinbase、币安、Max 等等皆已实施 KYC， 有些还是强制 KYC。未来在交易所交易将有很大几率需要缴税。Coinbase 今年2月上市前已向美国证管会 SEC 提交上市说明书，这份声明随后已经被 SEC 认定有效，并正式公开。说明书中列出一连串可能会威胁到公司业务的风险因素，当中就包含比特币创造者中本聪身份曝光，中本聪的加密钱包被转移。Coinbase 认为中本聪隐秘的身份未来若被曝光，这将会导致比特币价格下跌，并进一步威胁到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健康。假如中本聪身份曝光，比特币信仰可能破裂，长期持有者将进行出售。另外，中本聪到底有多少比特币？初估计算大概是70万枚到100万枚之间。如果以1枚3万美元计价，最少也有210亿美元。以上是3个利好因素以及3个风险。接着我们进入技术分析。好，今天是6月19。那现在看到的是加密市场的恐慌指数。那往下滑可以看到加密市场的恐慌指数今天为25，昨天为26，那上周为21，上个月为23。接下来是灰度基金持仓全览。那目前可以看到灰度比特币基金目前折价为 13.91%， 以太坊也折价 7%， 快 8% 左右。那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观察指标，可以知道目前的市场算是蛮低迷的。好，往下滑。这边的柱状图，6月21，也就是在后天，比特币会有大量解锁。22号也是，一直持续到23号。那这几天大量解锁的比特币，有可能会来对市场做这个砸盘的动作，也有可能不会。那这个是一个蛮大的风险。那最大的比特币解锁潮在7月18，有 1.622 枚比特币要被解锁。那这段时间风险可能会很高。另外，这个是比特币的技术线图，由比特币对美金。那可以看到，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领涨，那最高涨到了将近6万5，开始做很大幅度的回调。那目前可以看到，它在5月19的时候，它的恐慌情绪已经彻底的释放了。那目前呢，在这个5月19过后呢，一直在这个区间里面震荡。这个区间大约是3万2到4万1之间反复的震荡。那这其中呢，我也画了这个三角窄幅的区间出来。那可能会一直被压缩到这个终点。那压缩到这个终点，可能会选择方向往上走，或是下走，都有可能。
那这边有几个买入点和出场点。那第一个是，如果你想要在它的支撑，你想买在它的支撑位抄底的话，你可以当比特币跌破这个支撑位，跑到了这个支撑的区间，可以考虑买一点来抄底。那危险的地方在于，它如果跌破了这个强大的支撑位，在差不多3万的部分，可能就要做停损了。这个破3万可能会一直往下走。那如果想要买突破的，那可以考虑参考一下这个走法。那可能比特币会往上走，那它势必一定会被压回。那压回如果没有跌破这条10万1的价格，又往上升，突破到10万4，是可以继续往上走的。好，这些是今天的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要讲的是